干嘛？哇，今天阳光好到没朋友，现在去冥想，嘿嘿。这是先生做的虾粥，巨好吃。开动。干嘛？有事儿？今天先生的妈妈生病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煮了汤，还有虾粥，给到他补充一下蛋白质。那我现在吃个宵夜吧。丰富的宵夜。那你知道还没有完成工作，先吃个宵夜。哇，好香啊！不错。今天2菜1汤我的 12 week year 第1周结束了，
算了一下，完成度是84.62%。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在切换任务的时候，需要的缓冲时间比预期长了不少。所以这周我想试着稍微 push 一下自己，看看能不能缩短一下这个休息的时间，把完成率稳定住，甚至再往上提一点点。说实话，第一周刚开始跑这一个系统的时候，看着那些没有勾选掉的任务，心里真的有点焦虑。但是后来我跑去问了 Gemini， 问他这个完成率到底可不可以，他给我了一个很正向的反馈，说第一周本来就是适应期，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样我突然释怀了，其实我已经完成那么多事情了，所以就算没有100%按计划走，日子也还是在往前推进的。所以跟自己说，真的不要过度焦虑。虽然用 Notion 追踪进度很方便，但我还是舍不得放下纸笔。那天抽空写了一下2026年的手账，主要是把家人朋友的生日，还有每一年发生的大事件标记上去。我特别会把这件事情的那个年份也一起写上去，这样子每年换新本子的时候都会记得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有时候就很奇妙，明明这件事情好像才刚发生没多久，结果已经过了好几年了。所以真的写本子还是有写本子的好处的。我翻记录的时候还发现，去年的这一天我投了2份工作，结果后面全部都石沉大海。虽然当时可能有点小受挫，但是现在回头看一下，这些都是自己努力过的印记。然后上个礼拜我又投了5份工作，估计这周还得继续投递。对于2026年，我确实想要加快脚步，在心态上还是主打一个随缘，希望能够遇到企业文化契合的公司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维持现在的节奏也挺好的，只是工作的话就有多一份收入这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在家办公久了，真的得学会自己找事情做。以前忙完一个段落就会开始放空，然后鲁莽，有时候回过神来2-3个小时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自从用了 Notion 的这一个系统，我会强制自己在做完一件事情后设定固定的休息时间，然后再接着下一件。因为有了记录，我能够清楚的知道时间都花在哪里了，效率好像真的有提高那么一点点。那目前的这种状态我还算挺满意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18分，然后准备开始工作了。感觉我的背好疼啊，无敌疼。Something is just not the same. I haven't been thinking about you, even when I should.